多场了。想问一下，这个时候苍玄的内心活动是什么？因为好像都没怎么说话。我这个时候可能对外界的感知还比较少，我可能还在炫耀，看我妹妹多漂亮。这是涂山璟的内心活动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小欧的美好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其实涂山璟是有醋意的，就是吃防风味的醋很多吧。那就是对苍玄他那个时候会有敌意吗？不会有敌意，涂山璟其实就看事情啊什么的都看得很明白。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不一样的 reaction 要告一段落了。那么4位希望微博网友对哪一段表演进行不一样的 reaction？ 就是其实我们3个各自都有很多名场面，然后我跟哥哥的，比如说相认看了，还有我们2个他第一次觉得我们2个要生离死别了，于江要刺杀他的那场，然后我跟相柳也是他什么挖心头血给我跟17就是他要没有办法，他要回去完成他的婚约，就是我们2个很多纠结的这种情感，其实后面还蛮多的。想请问几位有实时的追剧吗？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好玩的反馈和评论？我追，我每天按时追，他们3个我就不知道了。那就是平时在拍戏了，有空的时候还是会追一下的。戏都不拍了就追。那有没有看到比较好玩的评论？有那名字什么小姚，就特别大，巨大无比划过的。这就好笑了。像这不好笑，我以前没有见过。行。我现在就老看到什么扣分，扣大分。对，我也看分都快扣没了，扣分。一到他要打我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就看弹幕说，他又开始了情绪不稳定，是吧？然后他就说他是瞎子，说根本看不清妹妹在哪，视力不好。这个时候没办法参与，就是涂山璟当时特别心疼小姚，但是其实也挺开心的，就是他找到了家人。他不是姑姑已经战死了，他是静安妃，他只是长得很像姑姑。我应该是哭到那时候没劲儿了，缺氧了，对吧？当然后来你都快晕过去了。他说他已经回来。我在拍的时候那天特别的热，然后拍完以后好像大家都没气儿了，我记得。对。就是一下喊停，我们俩直接就倒在那个。他是在大喘气，看着就然后我是在那儿看着，一直喊他。然后当时就是因为2位在里面那个哭的情绪放的也很大，然后这场戏拍了几次？好多，记得好多。他刚开始喊的时候还有，这后面就是需要特别努的劲儿去喊，因为就是每一条都大喘气，他就基本上就是缓半天就快晕了。想问一下邓为跟剑次2位如何评价这段表演？感受到了苍玄的情感流露。突然你在后面站着，他感受应该是最深刻的。现场他已经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这是他的亲人，突然你没办法插手了。因为我当时在看剧本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期待这一场，也很在自己也在想象说，哎呀，他们会怎么演绎这么一段？因为我觉得其实挺费劲的，然后从一上来情绪就顶到头了，然后2个人都这么去撕心裂肺的去表演这段，能想象到其实在现场是很艰难很痛苦的。我还是觉得他们完成的相当棒，这2个人。但是我们当时我想到了，其实刚开始不是这样拍的，刚开始分着拍的，是因为分着拍了以后发现体力跟不上。后来我记得我们好像去找了摄影老师，说能不能你一条就是这个几个机位，对，帮我们2个一起拍，不然的话我们俩可能演好几遍就是也搭不上。我们2个这个应该是最后是一条过的，对吧？全程，就是全程一条哭下来，对。然后哭完之后是不是感觉很累？躺地上，然后我们家看那个，我看花絮才搞笑的，我俩躺完以后，还有人在我们现场卖来卖去。对，是他们还布机位啊，调下一场东西，我俩就在那累了，就在地上躺。然后一个人在我面前跨来跨去，笑死。小贝贝，
你挺会呀、小贝贝。 妈是愁了，你觉得有点土味情话吗？在心里。你记得拍这场戏，咱俩手全破了。他那嫁见从容。这段里面的防风背有很多那个土味情话，然后谭健次在说的时候，杨紫在听的时候会不会有点起鸡皮疙瘩？我演的时候没觉得，有的时候有吧，不是这场戏吧？但有的时候我演着演，我会问他，我说哎，有你吗？他那个他前2天有一场是，这不是你寂寞的游戏，他在现场问我，不是你寂寞的游戏，他说怎么寂寞呢？对，有对，时候这些我们会俩聊这个寂寞游戏，聊了半天啊。最后聊出了什么？最后结论是什么？就他演的很好啊，他就是按照那样演。寂寞游戏，就怎么样把这个油腻的台词说的不油腻？怎么能是哇，这怎么是油腻的台词呢？我们怎么油腻了？只是说，我们可是都是原著的台词，好吧？对，就是演的不好的话，可能会。但是演的很好。然后生活里，如果谭健次想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会怎么说？哪个意思？就比如说像什么，就比如说他喜欢小妖，想对小妖好，想对小妖好。唱爷们儿要战斗嘞。我可能会偏防风背一点，就是可能会游山玩水，带他吃喝玩乐。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开心，可能是一大保障。但是不会说就是这些什么你最美最美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土味情话。土味情话我不会，就是肉麻的我来不了。然后因为谭健次演技最近上了热搜，然后就是大家管这个相柳叫柳柳蛇，然后就是说演的很有那种蛇感，怎么样去演出那种蛇感？我当时一直在开拍之前一直想再找一个腰感，不是说蛇感，是腰感，然后那种动物的感觉。但是跟导演探讨完之后，我说如果我真的太多的这种腰感呈现，可能在他们几个放在一块儿，我会很奇怪。所以就后来就偶尔的去透露一些它有一点不太像人类的那种感觉。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有参考一些前辈啊或者等等一些对这样的一个妖的这种诠释。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的眼神，他看待人类或者是看待一些事物的时候的那种一些好奇，或者说一些等等那样的东西，包括他在露出獠牙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充分的去表达他妖的那一面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作为哥哥和意中人，婉一跟邓为怎么样评价这段表演？就是有另外一个男的来撩小妖。撩小妖，撩小妖这件事情，我知道。如果是就是总结刚才上面的那一段故事，如果是3个字撩小妖的话，那我就要说点儿。这现在不流行土味情话，就能过哥哥这个关吗？不能。流行看不见是吧？主打的一看不见。刚刚不是土味情话，刚刚直接上手了，对吧呢？对，过分了，直接上手了。如果苍玄在场会阻止吗？我也射出去了，直接射到那个相柳身上。那演的很好，演的是真的很好。那就是邓为呢，怎么评价这段表演？小妖，我可以教你弹琴。假如说我兴趣班太多了，那天好累啊。你不要让别的男人住进你心里。真聪明啊，小17。你还是不了解我。咱俩这场戏也好我这个人啊长，10几分钟心。很硬的，刚好拍了1天是吧？我记得。别说是15年了，就算是50年，别的男人也跑不进来。你不觉得17很聪明吗？先下手为强。努力嘛。所以他还会讨价还价。下还价可还行。真会呀，还在我面前哭。这小六一下就心软了。你还帮我擦眼泪呢。
那你就计谋得逞了呀。就是让小妖那个不忍。然后这段戏的表演当时怎么？这是原著里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情节。其实基本上我们全都是按照原著走的。对，就是我跟他第一次定情约定龙骨玉嘛。这个时候两位就已经两情相悦了。其实是我觉得是的，但是我觉得17就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龙骨玉之约，我觉得不一定大家的走向是什么。而小妖又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然后所以在这场戏就奠定了以后我的一个感情走向，就是我既然答应你，我一定会等你15年。你觉得就是这里这个15年之约对涂山璟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涂山璟来说意味着，我觉得就是15年后经历这15年的一些糟心的事情以后，就可以长相守。这个哭当时邓伟是用什么样的情绪去酝酿？我觉得不用酝酿吧，因为就是在开拍之前的话，我就去看了剧本，然后去了解涂山璟，然后去共情他，然后成为他，所以我在表演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涂山璟附身了，就是用涂山璟这个角色来引领着我进行表演。然后那想问婉意跟健次两位如何评价这个表演？谢谢。15年，我300年，要不然300年之后你再表白，你300年没找着我呀？那是有原因的嘛。下一个行。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就是文小六跟这个叶17时期的这样的他们俩之间的那种交流的。你喜欢他们俩的交流？我自己就是跳脱出来啊，现在跳脱出来。你要相柳很多不太喜欢，但是谭健次本人，我觉得每一个人物的文小六时期跟每一个人物的之间的这种交流，其实这个期间的故事我是喜欢的，我是开心的。其实到了变成小妖之后，其实很多就像一个孩子慢慢成长，烦恼就会越来越多，事儿也会越来越多，要承载的也会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可能就跟现在就不一样了。对，这个时候看，我觉得看每一段故事都挺好玩的。但刚刚好像只有我那段是小妖，他们俩这段都是还是文小六。对，对，但是只有跟你那段他是就是挺开心的，就是相柳凭本事啊，凭本事。多场，就是很多那个交错。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杨紫，就是这段戏里面看到可能3位都在的时候，内心的想法是什么？人好多啊。用周迅姐的那句话，人好多啊。但是我在现场趴的时候真的挺开心的，我特别喜欢每天人特多的时候，因为大家就聊天很开心。就是在你看来，就是大家一起。房峰贝你怎么会来这儿？所以我就想，你赶紧跟我走，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其他人看完就会误会，觉得好像我跟房峰贝怎么了？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时候苍玄的内心活动是什么？因为好像都没怎么说话。我这个时候可能对外界的感知还比较少，我可能还在炫耀，看我妹妹多漂亮。这是涂山璟的内心活动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小妖的美好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其实涂山璟是有醋意的，就是吃房峰贝有醋意很多吧。那就是对苍玄他那个时候会有敌意吗？不会有敌意，涂山璟其实就看事情啊什么的都看得很明白。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不一样的 reaction 要告一段落了。那么4位希望微博网友对哪一段表演进行不一样的 reaction？ 就是其实我们3个各自都有很多名场面，然后我跟哥哥的，比如说相认看了，还有我们2个他第一次觉得我们2个要生离死别了，于江要刺杀他的那场，然后我跟相柳也是他什么挖心头血给我跟17就是他要没有办法，他要回去完成他的婚约，就是我们2个很多纠结的这种情感，其实后面还蛮多的。